今天与各位分享一篇金融板块的德语报道，主题是关于中德两国不同发展轨迹的报道，其中特别提到了德国去工业化。好，我们来看看该报道。中国与德国的去工业化，中国冲击波 2.0， 德国致命的无知。处于昏迷状态的德国，在德国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国正在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这带来了严重后果。德国是否正在成为本国经济危机的旁观者？在中国有条不紊地扩大工业规模并主导全球市场的同时，德国却在视而不见。但柏林政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为什么德国对动摇其经济根基的威胁视而不见呢？中国与德国的无知。危机模式不是竞选昏迷。2025年2月的德国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各政党都在努力传达自己的信息，但公众似乎并不热心。无论是宏伟蓝图还是开创性项目，都没有在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反，辩论围绕着移民、能源价格和社会平等等耳熟能详的话题展开，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却缺乏能够真正推动政治格局的火花。各方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德国作为工业区位的表现很糟糕，尤其是汽车工业，产量正在下降。原因何在呢？高昂的能源成本。尽管德国一直是一个能源成本高昂的国家，熟练劳动力短缺，以及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政治答案仍然模糊不清。德国没有制定明确的战略，而是将重点放在小规模措施上，减少官僚主义、减税、设立德国基金、能源转型，这些概念在一切照旧和经济政策怀旧之间徘徊。德国似乎陷入了政治僵局，对不受欢迎的改革的恐惧使政治陷入瘫痪。前总理施洛德的2010议程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的改革带来了抗议，最终导致他下台。默克得出的结论是，任何改革政策都不可能赢得选举。来自中国的幽灵，但德国并未关注。但是一个幽灵正在困扰着我们，这个来自远东的恶魔正在撼动德国经济政策的根基，它要么被忽视，要么甚至尚未被认识到。基民盟国会议员茱莉亚·克洛克纳也是如此。他提到中国只是几个问题中的一个，另外还有能源短缺和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卷土重来。他希望大幅提高关税。来自中国的压力几乎没有出现过在竞选宣传册和辩论中，最多只是在国际竞争和全球化挑战的章节中附带提到。迹象显而易见，自2018年以来，德国的工业生产一直在崩溃，这远早于乌克兰战争、淘汰核能或能源转型导致的去工业化。好，我们看下图显示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工业生产在萎缩，没有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36%， 而德国只增长了 8.6%。 与此同时，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在下降，中国正在失去作为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这对德国工业造成了严重后果。下图显示，2017年到2023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36%， 德国的出口只增长了 8.6%。 如果加上2024年的数据，恐怕中国的增长率更高，而德国的更低。德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无知的状态，人们继续谈论技术工人短缺、减少官僚主义和数字化，但仍未触及中国战略带来的深刻变革。是无意还是刻意压制？德国这个工程师和发明家的国度，这个出口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怀旧的恍惚，对新的现实视而不见。第二次中国冲击波已经显现，并对德国造成严重打击。新的现实是，第二次中国冲击波威胁着德国工业的根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次中国冲击波，主要影响了德国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等消费品。当时
德国工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美国的情况则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失去了约100万至200万个工业就业岗位，个别行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具业，每6个工作岗位就有1个流向中国，其中许多工人无法找到新的工作，导致整个地区经济倒退。钢铁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然而，第2次中国冲击波与第1次有着本质区别。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推动双循环战略，目的是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同时为全球市场生产高质量的工业产品。中国制造2025计划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除此之外，曾经是中国经济引擎的房地产业也出现了崩溃。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工业生产，各级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这些补贴使中国企业能够提供远低于其他国家生产成本的产品。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不仅在低价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高科技领域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处于昏睡状态的德国，其后果显而易见。德国的去工业化，与其说是内部政治决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出口战略的直接反应。2019年，中国仍进口了约100万辆乘用车，主要是高端燃油车。虽然这些进口汽车只占中国约2500万辆汽车市场中的一小部分，但却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出口量。仅仅4年后的2023年，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进出口国，超过了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据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将比进口量多出约500万辆。据估计，中国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产能约为5000万辆，相当于全球汽车需求量的1半左右。同期，德国的汽车年出口量与危机前的峰值相比，下降了100万辆。下图为中德两国的汽车进出口变化，其中实线是出口，虚线是进口。德国的线条是黑色，而中国的线条是红色。我们可以看到，从2020年起，中国的汽车出口突然发力，而进口量几乎不变，甚至略有下降。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太惊人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样子。反观德国呢，出口比疫情前下滑了很多啊。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补贴过剩产能被专门用来挤压外国竞争对手。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领域的出口份额增长了1倍多，而德国在这些领域的出口则下降了2位数。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政策方向，必须严格审视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与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来应对中国的经济战略。欧洲的关键产业必须受到有针对性的关税保护，补贴必须与购买欧洲产品的条件挂钩。协调的欧盟产业政策必须战略性的使用关税收入。这是塞特瑟和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家的观点。德国不能再无视现实，德国无法独自承受压力，它需要欧洲的联合应对。柏林犹豫不决，布鲁塞尔采取行动。布鲁塞尔似乎比柏林取得了更多进展，尽管布鲁塞尔并不以行动迅速而著称。当德国政客还在讨论减少官僚主义和征收电税时，欧盟早已认识到中国的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对欧洲工业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欧洲对外行动署亚太部主任尼克拉斯·克瓦恩斯特伦最近报道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与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的电话会谈。欧盟强调了其对话承诺，但同时也明确表示，日益加剧的贸易不平衡正在成为一种负担。10年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从1000亿欧元增至3000亿欧元，这是中国国家补贴和有针对性的市场扭曲造成的。欧洲企业正面临压力，而中国企业却在其政府的大量支持下主导着全球市场。布鲁塞尔认为这是对欧洲竞争力的威胁。科斯塔呼吁中国，
如果想与欧盟保持稳定的关系，就必须创造更公平的贸易条件。这一信息是明确无误的。欧洲对中国政府经济战略的耐心正在消失。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正在采取初步措施来挽救欧洲汽车工业，保障就业和创新的针对性措施已提上议事日程。而在柏林，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德国是自身危机的旁观者。德国曾经是欧洲工业政策的推动者，但现在却像是自身危机的旁观者。在布鲁塞尔采取行动的同时，柏林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和半信半疑措施的舒适地带。但是，等待和观望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自己的战略。问题是，德国何时才会开始行动？好的，朋友们，这篇报道挺长的，中心思想就是今日德国的困境都是中国造成的，因为中国政府补贴一切，让德国工业没有竞争力。这也是西方话语术，反正甩锅中国就是了。好的，现在来看看网友评论。我们看看金融板块的网友评论是否会更理智一些，少些意识形态。好，第一条评论，是的，只有这样，去工业化才会起作用。赫尔穆特来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问候。下一则，德国正被红绿势力掐住脖子，由于持续的贫困化进程，出行受阻，电动汽车，德国将通过有针对性的能源短缺，在炸毁北溪输气管后关闭核电站，来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参见公民委员会，约有 25% 的人梦想这样做。有了反右翼防火墙和基民盟政客的权力欲望，国会中的多数派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这个人跟贴道：对了，2018年红绿两党已经执政了，难道德国在2018年也出现了电力短缺？好吧，核电站又是什么时候关闭的？对了，还有北溪管道爆炸，那是在普京切断德国天然气供应之前还是之后？文章中描述的不顾现实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这位网友反驳刚才那位，普京没有切断德国的天然气，是德国不想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受到了德国的制裁，俄罗斯在加拿大的涡轮机也被扣留。结论是，俄罗斯希望继续供应能源，西方国家不希望这样，然后炸毁了北溪2号管道。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2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说，如果俄罗斯用坦克和军队越过乌克兰边境，北溪2号将不复存在。补充问题，但是拜登先生，您具体怎么做呢？该项目可是由德国控制呢。拜登说，我向您保证，我们有办法处理好。于是北溪管道被炸。波兰前国防部长、现欧盟议员拉迪克·希克尔斯基说，谢谢你，美国。这位网友跟贴，但是哥们，请不要说出真相，没有人想听真相的，所以嘛，各有所好。下一则，普京直接付钱给你吗？为什么俄罗斯在所谓的维修之后没有恢复供气？天哪，天哪，居然还有人相信俄罗斯的宣传，这是智力破产告白吧？这位反驳道，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发表评论。好，继续往下。这里的事实和引文伤害了一些跨大西洋主义者，这些双重道德主义者也不愿承认西方为何没有结束战争。2022年4月22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谈，而是任由战争升级为代理人战争。2024年6月9日，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揭幕采访时说，乌克兰拥有价值10到12万亿美元的资源，不能让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染指。继续往下。为什么伊斯坦布尔会谈没有和平？就因为乌克兰人发现了布查大屠杀。请把录像从头到尾都看完。是的，
总是那些半真半假、偷梁换柱的疯子。这不可能是所有独裁者中最优秀的那个人的错。普京是多么的伟大呀！下一则，天哪！乌克兰政府关于布查的说法早已被驳斥。一，在外国记者的陪同下，乌克兰部队进驻布查后，才首次出现了布查街头摆放尸体的视频画面。这些人不是法医专家，而是偏袒一方的媒体代表。他们的角色是向公众展示被操纵的故事，而不是提出多余的问题。第二，根据英国报纸《卫报》2022年4月24日公布的对布查发现的尸体进行法医解剖的主要结果，大部分和平居民死于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的第30榴弹炮122毫米炮弹碎片的炮击。这一结论得到了以下事实的证实：人们不是死于火气，这被归咎于俄罗斯军队，而是死于乌克兰军队对布查的炮击。继续往下，你别无选择，我必须尽可能多的出口。如果你不想的话，那你在我国有什么？对了，特斯拉工厂，巴斯夫在我国建厂，许多欧洲公司在我国做生意、投资建厂。你想继续交易吗？那就让我做吧。不然呢？补贴，是的。你在做什么？看看你的补贴商店。巴斯夫在这里建厂，你以为我们不会给他们补贴？每一样东西都有补贴，你们也一样。特朗普的父亲曾在纽约建造了8万套公共住房，那是什么？社会住房补贴计划，简称 SWSP。城市出钱，你发财。得了吧，你发财了。你知道国家就是这样的。好，继续往下。报道中有这句话：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工业生产，各级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于是这位网友说：啊哈，讨厌的中国人！根据瑞士信贷的数据，美国政府正在向其经济注入超过8000亿新印刷出来的美元补贴，这真是双重标准。这些巨额补贴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简称 IRA， 纯粹的债务补贴。这正是中国受到指责的地方，这也引起了一场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这位网友跟贴道：你倒因为果吧，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针对中国出口才颁布的。于是这位网友回应道：你错了，当中国还无足轻重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对其工业进行了大规模补贴。你们看看波音和空客。通胀削减法案的官方理由是因新冠病毒带来的通胀，因此被称为通胀削减法案，而不是反华法案。对你来说也符合逻辑吗？下一则，奇怪的是，为什么通胀削减法案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做出明确反应？为何明确针对中国电动汽车？中国为何以此为由向世贸组织上诉？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排除来自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的产品，人为设置贸易壁垒，推高绿色能源转型成本。它进一步敦促美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停止滥用其产业政策，破坏国际气候变化合作。哦，我为什么要用事实来告诉疯子们呢？这里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很好的总结了这一点。继续往下，正是美国的嬉皮士们用债务融资计划表现出了供应短缺的通货膨胀、新冠疫情，给公民发钱，确保了新的信用货币最终不会出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暂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是出现在街头，制造了万无一失的通货膨胀。MMT 主义者的希望是降低负债率，摆脱债务。大西洋两岸的这些猴子们总是有同样的问题：世界储备货币与否，流通速度和部分孤立的中国，在货币不均衡的情况下出口生产；而在欧洲，目标2余额加上利率扭曲，同时还有自由贸易，再加上外汇，用自己的投资资金建造这样一座全球性建筑，这就是伟大的创举。这是巴别塔。
正义者的道路两旁是自私者的自由思想和邪恶者的暴政，以仁慈和善意之名引导弱者穿越黑暗幽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是兄弟的真正守护者。皇帝对思想家说：你让他们愚昧，我让他们贫穷。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如果欧洲，尤其是德国，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战争而被迫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即使是最后一个梦想家，也会意识到谁会从制裁中获益，谁又是制裁的最大受害者。来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问候。好的，朋友们，评论就那么多。对于金融类新闻参与评论的人，显然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不少，发表的评论基本上有一定的水准。当然，媒体的报道立场一如既往的鲜明，永远负面报道中国。好的，你们有什么评论，请参与留言。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